在上一集中，我们一起见证了2025年白银市场上演的史诗级行情，深入探讨了流动性挤兑和投资狂潮如何将银价推向了历史之巅。我们发现这一切的背后都指向了一个长期积累的矛盾。如果您错过了上一集，强烈建议您先点击上方的链接回顾一下，因为它为我们今天的内容提供了完美的背景铺垫。今天作为整个系列的完结篇，我们将深入探究这场风暴背后的根本原因，全球白银的供需基本面。我们将扮演产业分析师的角色，从矿山到工厂，从太阳能板到 AI 服务器，全面审视白银的生命周期。白银的供应能否跟上需求的脚步？光伏、汽车和 AI 等前沿科技又将如何塑造白银的未来？这场持续多年的供需赤字究竟有多严重？今天我们将为您揭晓所有的答案，完成这幅关于2025年白银市场的完整拼图。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让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供应端，因为任何商品的价格最终都由供需决定。白银是从哪里来的？最重要的是矿山的生产。第10页的标题给出一个极为关键的结论：2025年矿产银产量将保持平稳，为 8.13 亿盎司。这张色彩分明的世界地图用绿色标注了增产国，红色标注了减产国。我们可以看到，北美和俄罗斯的矿山确实在努力增产，但这部分来之不易的增产却被南美、澳洲和印尼等传统产区的减产完全抵消。最终的结果是，全球总产量几乎原地踏步。在一个需求爆炸性增长的年份，供应却像被踩了刹车一样停滞不前，这无疑是市场失衡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供应停滞，但矿商的日子却过得异常滋润。第11和12页的图表向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奥秘。第11页的成本曲线显示，2025年上半年原生银矿商的总维持成本，也就是他们挖出并维持运营1盎司白银所需要的所有费用，同比下降了 7%。 原因何在？因为许多银矿在开采白银的同时，会伴生出黄金、铜、铅、锌等金属。随着这些伴生金属价格的上涨，其销售收入就成为了银矿的额外补贴，从而有效拉低了生产白银的净成本。第12页的瀑布图和利润图则更加直观。左边的瀑布图清晰地展示了仅仅是黄金价格上涨带来的额外收入，就为矿商每盎司白银的成本降低了 3.6 美元。右边的利润图则显示，矿商的利润空间在2025年被拉伸到了过去10多年来的最宽水平，平均每盎司的利润高达惊人的 19.4 美元。简单来说，矿商们正在经历一个利润丰厚的黄金时代，挣得盆满钵满。盈利丰厚的矿商又在做什么呢？他们并没有像很多人期望的那样大规模增加产量，相反，第13页的图表显示，他们将大量的现金用于行业内的并购。2025年的并购活动价值达到了数十年来的高点。同时，第14页告诉我们，矿商们也在积极地进行套期保值，也就是在期货市场上卖出远期合约，以锁定当前的高额利润。这两种行为都表明，矿商对于未来的银价虽然乐观，但他们首要的任务是巩固现有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而并不是不计成本的去快速扩张那些难以开采的新产能。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供应端反应迟缓。当市场供应失去了弹性，价格就更容易受到需求的变化驱动，而产生了巨大的波动。想了解如何在这种市场结构中寻找交易的机会，可以查看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我们的量化交易系统。
分析完反应迟缓的供应端，我们再回到热情似火的需求端，看看高价格对实体消费的真实影响。第15页聚焦于一个关键的新兴市场——印度。两张图表都传递出一个颠覆传统观念的信息。右上角的图表显示，无论是销售还是销售额，印度的银饰需求在2025年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下方的图表也描绘了同样的故事，代表实物投资的浅绿色柱子在价格上涨的同时也在增长，这表明在印度市场，高价格并未抑制需求，反而被视为一种趋势的确认，激发了更多的追涨的买盘。这种强大的文化和投资韧性为全球白银需求提供了坚实的底部支撑。将视野扩大到全球，第16页的图表描绘了全球实物投资的版图变迁。这张堆叠柱状图显示，美国市场的投资需求虽然相比前几年的历史高点有所回落，但印度的需求强势崛起，在2025年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白银零售投资市场。再加上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市场的稳定贡献，全球总体的实物需求投资依然维持在历史高位水平。这说明投资需求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只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区域性的转移。现在我们来谈谈需求端皇冠的明珠——工业应用，特别是光伏产业。17页的图表显示，随着更高效的 TOPCon 等技术成为主流，以及银价本身的飙升，白银成本在光伏电池总成本中的占比急剧上升，这对制造商构成了巨大的成本压力，因此他们有极强的动力去减少白银的用量。第18页就详细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做的，通过渐进式节约，比如改进电极设计、优化印刷工艺和替代，比如探索用更便宜的铜来取代白银，这两种主要的途径来为光伏电池降本增效。那么节约用银对总需求的影响有多大呢？第19页的图表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但又合乎逻辑的答案：光伏白银需求从创世纪的高位回落。图中的绿色柱子代表全球新增光伏装机容量，我们可以看到它在2025年仍然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然而代表光伏白银需求的棕色线在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在2024年达到了顶峰，并在2025年首次出现了轻微平台式的回落。这正是前一页提到的降银技术开始显现效果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绝不意味着光伏需求的崩溃，恰恰相反，即便在单位用量下降的情况下，由于装机总量的巨大增长，光伏行业的白银需求总量仍然处在历史第二高的水平，仍然是白银需求中一个举足轻重但又难以被替代的组成部分。你看，市场的多空因素总是这样复杂的交织在一起，那单纯依靠感觉是很难做出判断的。想了解我们是如何系统性的分析这些变量，可以查看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我们的量化交易系统。除了光伏，其他工业领域的需求是否能填补这一个微小的缺口呢？第20页的报告指出了两个令人兴奋的新增长点：汽车和人工智能投资支撑了需求。左边的图表显示，随着全球汽车电动化浪潮的推进，电动汽车的渗透率不断提升。电动汽车比传统燃油车需要的更多的电子元器件、传感器和连接器，这些都离不开白银优异的导电性能，从而带动了车载白银用量的持续增加。右边的图表则聚焦于我们这个时代最热门的话题——人工智能。尽管智能手机和个人电脑的出货量增长平平，但代表 AI 服务器出货量的棕色线却出现了爆炸性的指数级别的增长。这些高性能计算设备是 AI 革命的基石，它们需要大量的先进半导体、
高速内存和电路板，从而为白银带来了全新的附加值极高的需求增长点。将所有工业需求汇总，我们来看一下第21页的图表。2025年工业需求为历史第二高。这张堆叠柱状图清晰地告诉我们，尽管光伏需求因为技术进化而略有回落，但在汽车电气化和 AI 革命这两大引擎的强大驱动下，2025年的总工业需求仍然稳稳地站在历史的第二高位置，仅次于2024年的创纪录水平。这充分说明白银的工业需求基本盘极其稳固，并且正在向更高科技、更具战略意义的领域拓展。现在我们进入到最后的总结部分。第22页用2张清晰的瀑布图为我们展示了2025年供需全景的最终核算。左边的全球供应图显示，从2024的1900万盎司开始，加上矿产、对冲、废物回收等微小的变化，2025年的总供应量预计为1022万盎司，仅微增 1%。而右边的全球需求图则显示，从2024年创纪录的1160万盎司开始，由于超高的价格对于部分领域产生了温和的抑制，2025年的总需求预计为1117万盎司。当我们将这两个数字1022的供应和1117的需求放在一起，结论就显而易见了。第23页的标题是连续第5年的巨额赤字。左边的图显示，2025年全球白银市场将再次出现高达9500万盎司的巨大缺口，这是自2021年以来连续第5个年头出现大规模的供不应求。右边的图表，金银库存消耗仍然是白银市场的一个特征，再次向我们展示了那张触目惊心的累计库存消耗图。这张图是整份报告最有力的，也是最令人警醒的总结。连续5年的巨额赤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不可逆转地吞噬着全球过去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地上白银库存。这完美地解释了我们在第1集中所看到的所有现象：交易所的流动性挤兑、创纪录的租赁利率以及历史新高的价格。市场的缓冲垫正在被消耗殆尽，整个体系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面对如此确定的宏观背景，关键就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时机和策略来参与其中。想了解我们是如何将这些宏观分析转化为具体的量化交易信号，可以查看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了解我们的量化交易系统。好了，朋友们，到这里我们关于2025年世界白银调查的深度解读系列就全部结束了。通过这2集的内容，我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完整的多层次的白银市场图景。在第1集中，我们看到了由于投资情绪和资金流动驱动的市场表象，一场壮观的挤兑和价格的风暴。而在这一集当中，我们深入到风暴的核心，揭示其背后的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原因。一个持续了整整5年的严重全球性的供需赤字，一方面是受制于资源和资本的开支而反应迟缓的矿山供应，另外一方面是以光伏、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未来科技为代表的极其稳固而且不断演进的工业需求，再加上全球投资者对实物资产的持续青睐，共同造就了今天的市场严重失衡。这场危机告诉我们，白银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要精彩。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贵金属，或者是普通的工业原料，它日益成为了连接我们现实世界与未来科技的桥梁。其战略价值正在被市场重新发现和定价。您认为白银的工业需求和投资需求在哪一个未来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呢？这场结构性的赤字会持续下去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知灼见，我们一起讨论。
感谢您陪伴我们走过这个深度解读系列。如果你觉得有一定收获，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